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9号签署了晶片法案，很多的半导体晶片股炒得高得不得了。但是随着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呢，因为经济的衰退、需求的下降，这些芯片的公司业绩又不太好，股票又跌了好多。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呢？8月12号，美国又禁止了一系列的 EDA 出口到中国，这对中国的晶片行业是危还是机呢？今天给大家深度探讨一下。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能提升大家的回报。你订阅了吗？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上载的视频了。回到了今天主题，要搞懂晶片的机会的话，我们先要来看一看晶片的上中下游。不是这个晶片，是 chips 那个晶片，也不是这个 chips， 是大陆叫芯片的那个晶片。大家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我们叫的名字都有点不一样。在这个视频里面，我有时候会用到英文，有时候又会用到中文，希望大家能灵活的包容理解。那我们要搞懂这个晶片的整个价值链的话，我们首先知道晶片用在哪里。我们一般用的手机啦、电脑啦、照相机啦，甚至我们今天开的车子里面也用了大量的晶片。晶片的最终是用在很多的不同的日常生活电子产品、电脑产品里面，那个不属于晶片的行业。那晶片的行业是在哪里呢？我们如果打开这些电脑电子产品，看到里面一块块有好多只脚的，那一个就是晶片了。而现在不同的电子产品会用到不同的量身定做的晶片，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几千万种不同的晶片，而这些晶片事先是有工程师为了他们所要做到的工作量身定做，设计好了之后，把这个设计放到生产商。我们说的晶片的产业链下游是组装公司，我们叫他们做 IC 集成电路。除了组装之外，还有晶片的 QC 和包装。那再到中游的话呢，就到了晶片的生产，而在上游就是晶片的设计。所以晶片的产业链就是从设计到生产到最终我们看到这一颗颗有很多只脚的晶片，就是它的产业链。当这个晶片放到电路板上，这个集成工作就已经是后面的，比如说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产品的行业。我们光看这个晶片的行业，最下游的有它的测试和包装。这里一般来说呢，公司都是非常的小的本地的公司。看这个生产上在哪里，它的外包的 QC 和包装的企业就在那里。那中间的生产的部分呢，是需要用到大量的资本，而且这个制造的科技也是需要累积的。很著名的公司有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到了上游，这个设计就要看到底这个晶片最终是用在哪里了。比如说著名的电脑用的 CPU 的设计商有 Intel 有 AMD， 如果是 GPU 的话有 NVIDIA， 如果是手机的话有 Qualcomm 高通。那在设计那里呢，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们设计的人才。那我们看到上游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和中游需要的核心竞争力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做一条龙，上中下游都做的话，它就没有做的那么好了。比如 Intel 它是一条龙什么都做的，到今天 Intel 的股价一直是做的不太好，它的设计方面远远追不上 NVIDIA， 就是因为它什么都做。所以呢，有一些设计公司它不做自己的生产，我们叫它做 fabless， fab 就是生产的那个工厂， fabless 就是没有生产的设计商，有 AMD。 那回到中间那个制造晶片的生产商，他们的生产的设备其实也是非常昂贵，也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在这里供应设备的著名的厂商呢，有 ASM 和 Lam。 到了上游的晶片的设计 transistor 就是我们设计晶片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像我们的一个细胞一个原子那样去理解。 transistors 中文叫晶体管，但是很少人会用晶体管这个名词，我们就叫它做 transistor 吧。一个小小的晶片里面有800亿个 transistors， 代表今天的晶片
片能做的功能是越来越复杂，而且它们的体积也是越来越小。我们经常有听到13个 nm 啊，7个 nm 啊，现在用到最新的最小的是3个 nm， 就是每一个 transistor 中间的距离小到3个纳米那么小。那801个 transistor 怎么去设计放在一个晶片上，用人工来做是很难做到。所以今天设计晶片已经一定需要用 EDA。EDA 代表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 设计软件里面最出名的3大龙头有 Cadence、Synopsys 和 Mental Graphics， 背后用的是人工智能电脑辅助来自动把这高达800亿个 transistors 放在合适的逻辑的范围里面，使到我们今天有一个晶片可以用出来。那中间呢，也有一些另外的设计公司，他们设计好一些常用的模块，以后其他的设计公司就不需要每一个 transistor 都去设计了，可以重用这些常用的模块。所以这些常用的模块设计好之后，又有一帮人是可以收着 IP的 royalty 来赚钱的。这些 IP 的授权公司包括NVIDIA 很想收购又不成功的 ARM。 传统来说呢，美国在晶片的设计和它的 EDA 方面是非常强的，而中间的生产呢，他们是外包了给台积电啊，或者是 Samsung 这些亚洲的公司。最近10年，随着末端的电子产品很多都在中国大陆生产和设计，比如说今天的智能手机啊、电视机啊、新能源汽车啊，他们很多都在中国设计和组装的，所以这些晶片又是很多卖给中国大陆的生产商。在过去几年，很多的晶片也开展到了大陆去生产，而现在美国跟中国是要分家了，互相对持，都希望自己能保持世界老大，不想对方超越自己。美国现在是禁止了一些 EDA 的工具卖给中国的晶片公司，这个会大大的增加了中国公司要设计晶片的难度。我们刚才讲过，今天很多的晶片的设计都是需要用到这些 EDA 的软件，如果他们又要设计晶片，还要克服 EDA 的软件，再去设计 EDA 软件的话，这个整个产业链来说，需要是很长时间才能建设成功的。没有了 EDA 软件，中国企业在设计晶片方面是困难重重。我太难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在设计晶片的公司，包括华为啊、阿里巴巴啊、小米啊，他们可能要跨越更高更大的挑战，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那美国的晶片法案呢，又规定，如果是接受了他们的资助和税务减免的公司呢，不能够在10年内投资中国大陆。像台积电啊、Samsung 啊这些晶片的生产公司，会把以后的生产搬到美国那里。那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了解了这个上中下游整个生态圈产业链之后，我们可以如何来投资呢？我个人觉得，作为生产商，像开一个工厂一样，赚的是苦工的钱，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投入。一旦行业的需求减少的话，晶片的价格是马上会跌下来的。过去几年，整体的行业对晶片的需求非常的高，所以对台积电啊、Samsung 啊这些产品的需求非常多，他们是赚了很多钱。但是，一旦行业如果需求减少的话，这个晶片的价格会很快的跌下来，相对这些企业的盈利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也要小心他们的股价的暴跌。那对于这些 EDA 或者是产品设备的供应商呢，他们现在的股价又是炒到了很高了，我觉得高追也有一定的风险。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晶片的设计公司，因为就算行业的需求少了，他们只是卖少了一些东西，相对来说他们的固定成本不是那么多，股价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也要留意这些晶片的设计最终的用途是在哪里。比如说，如果是用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啦、无人驾驶啦，甚至是元宇宙啊、大数据的这些应用啊，我个人是比较看好比较有未来的前景的。那这些高科技公司如果未来少了中国的市场，对他们的业务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半导体行业里面呢，有危有机，我个人觉得也有一些是10倍甚至是超过10倍的股票的。那我们一起来寻宝吧，你心目当中有哪些
半导体公司未来是10倍股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讨论，我们集思广益。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那我们下次再见。